看一下啊，我们再来一起念。普贤十大愿：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六者请转法轮，七者请佛住世，八者常随佛学，九者顺众生，十者普皆回向。看到一点蒙蒙这样。我们今天应该讲到第3个愿了，一天讲1个愿，差不多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然后我们之前谈到的这个所谓的诸佛跟那个如来指的都是佛，也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礼拜的时候我们的对象诸佛，我们称赞的时候我们的对象如来。那我们也提到说，在普贤愿行里面呢，它是要我们在修持上有一种提升到菩萨道的一种形式那么跟我们一般的信仰呢，会有一些这个层次上的这个不同。那么用佛、用如来作为我们礼敬跟称赞的这个对象呢，就是要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角度往上，实际上就是要帮助我们发心，然后往上。那么所以呢，在第3个愿行里面呢，用的这个供养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意思。因为在我们一般上的这个修持我们讲供养的时候呢，在比较一般的用法，我们都是用布施那么意思就是把我们自己的一些不管是设法或行法的一种力量或者一些资源，然后去转给别人。那这个过程里面呢，有一些是为了要帮助别人的，有一些呢是我们应尽的责任，那么有一些呢是我们修养上、修行上要去运作的。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呢，这个布施对我们来讲可以说是最普遍的一种说法。那我们很多人也在做布施的这个工作。然后我们在做布施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财物或者是如果佛法讲布施讲的比较广，还有我们的这个精神、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能力这个属于财布施。外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钱财、我们的物资可以帮助到别人的。那么还有一种内财就属于自己本身的，比如说我们的能力那我们的这个时间我们拿来去用在别人的身上，然后去帮助别人，可能是处理一些问题、克服一些问题。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运作里面呢，我们就觉得很好，因为我们能够布施的话，就是表示我们在这些方面呢有能力
那么当然，我们用现代的角度，我们所谓的内财的布施呢，还包括了我们可以用我们生理的这个器官，就是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些作用比如说我们的器官包括了我们的血液，我们的其他的能够用的这个器官，都可以拿出来布施。那么这样的布施呢，当然有不同情况，比如说，如果我们是捐这个血液的话，还有是我们有一种捐这个肝脏、捐这个肾脏这些呢，就是你可以用它的一部分，然后来捐给别人，那么别人呢就能够因为你的这个器官的捐献，他可能延续他的生命然后我们现在医学上比较普遍用的就是捐这个血液然后捐这个血液里面的这个血小板，那么这个是现在普遍上比较常用的。那么比如说肝脏还有这个肾脏呢，它是很特殊的例子才会有那么这些呢，在我们生前都可以拿出来捐的。那如果你要捐这一些的话呢，包括更不容易的就是好像是骨髓那么这些要捐出来的人呢，就基本上他一定要健康不然你捐出来的这个器官没有功能了也不行。那有一些器官呢，是人死了以后，在这个器官还没有衰微到不能够运作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呢，我们赶快取出来，然后就可以去捐给别人。但这个是现代我们的一种医术医学的技巧，他们能够做得到。那么这些需要从这个已经去世的人的身上取出来的器官，那就包括了比如说心脏当然其他的如果你去世的时候它还在，还是可以用。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眼角膜就是眼睛的这个膜这个是给一些眼瞎，然后他们是因为这个眼角膜受损的人，他就可以用。那么这个包括眼角膜呢，我们都要去世了才会取出来。那么发现到说有一些错误的一些这个一些好像是视频或者是短剧说一个人他为了报恩把眼睛捐给他的恩人，这些是不可能的在现实生活在医学上是不行的。那如果是有一些非法的，我们就很难讲，现在非法的很多，所以你们要小心不要到某一些地方去等下出来的时候发现检查一下少了一个这个少了一个那个然后我们是说正常的是我们心甘情愿的。那有些去世呢，是因为家属认为说他走了，然后就把他有用的东西留下来。那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一种比较深一层的这个所谓的内财，这个是我们的内财布施。那么这种呢，我们在这个运作的时候呢，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比较有能力的，然后去捐助那些没有能力的或者需要的。比如说你捐一个器官出来，是那个人的器官已经衰微了，甚至可能已经不能再运作了，然后我们就捐一个器官，然后去补它，然后让他的身体接受这个器官的同时能够再继续运作，那人又可以保持某种程度的这个健康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个都是比较有能力，然后呢捐出来。当然有一些我们讲说往生了才捐出来的，那这个
往生了才捐出来，也表示说他的器官能用，你才捐给那些需要用的人啊。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啊，好像是比较有能力，然后帮助比较没有能力的人啊。那么这种在我们社会上的这个慈善的事业，这种布施呢是可以说是很普遍的，然后也是一种很普及的这个善行所以你们应该平常生活里面呢也经常会做这些事情有些是比较外财的这个捐助能力比较多嘛，就捐多一些。那么所以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经常都会觉得我们有能力，我们去布施去帮助别人我们所帮助的人基本上就是能力比我们弱的人那么在做这种布施的时候呢，你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态呢？有些人他就会产生一种心理，尤其是你能够捐内财的，一般上比较不会就是你这个很不容易的，知道吗？但是我们外财的一种捐助的时候呢，我们经常都会有一种观念的，就好像我有钱你没有钱，所以我给你一点钱用，我帮助你然后有一些呢还会借这个呢再买一点东西回来买什么呢？买一点名气回来，对不对所以呢类似这样的布施呢，很容易就被我们把这个烦恼加进去我们把烦恼加进去。那么之前我们谈到六度，第一个就是布施当然我们讲平常的布施，三福行的布施我们不会讲的那么深。讲到六度的布施我们如果是从理性上来看，就要所谓的三轮体空就能够做得更加的圆满。但是呢，就市面上一般社会一般我们人的心态里面呢，这个会有点高下的这个分别然后在普贤十大愿里面呢，他就不讲广修布施，他讲广修供养。我们一看到供养这两个字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比较不一样，对不对因为讲供的时候我们就供上去，对不对但是养这个字呢，它就比较中性供的时候就有点像向上的那么养呢是所谓的一般我们用的。那么所以有一些人呢我们有些法师他对这些字眼呢那个发音都很讲究的，他说不能讲供养，供养的养呢，因为它是养而已嘛那么养的话呢，你可以养狗养猫养羊，对，那也是有点上到下的嘛所以他们要念作供养供养哇就上去了。所以有时候你们会听到一些法师他会特别强调这个读音，这个是我们中文字的特色，知道吗有时候读音呢就代表了它的那个层次但是我们现在习惯还是供养了你们也很少念广修供养我们念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或者是供养佛法僧然后我们很少念供养佛、供养法但是如果你觉得说他们讲这个一样的意思好像也蛮有意思的，你可以用那如果你念出来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你就用回养那么用这个广修供养的时候呢，它的意思就是要提升了。我们说普贤十大愿为什么跟一般的这个修行呢有点不同，就是它都是往高的一个层次呢去提升的。那么这样的一种供养呢，我们一般上就会想到供养什么呢？供养父母
供养神明、供养佛、供养菩萨，供养僧宝，所以你就会把自己的这个层次呢，把它拉上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到说，跟我们讲这个布施的时候有点不同啊。布施呢，也同样我们也是可能用财物啊，用一些外在的或者是用内在的去做这个供养啊。但是呢，你讲这个供养的时候呢，常常意思就是我们是向上的。比如说我们供养父母，当然也有一些人说，因为父母晚年了，也没有留多少钱，他很穷，我要孝顺他，我要供养他，有点像我布施，不然的话他日子过得很难过，但是如果你用这种心理的话呢，我们就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啊？父母，你在供养父母的时候，那是向上的，即使你父母呢没有赚你那么多钱，但是呢，父母是养你育你把你抚养长大的这个长辈，这么亲的人，你现在对他做一点点所谓的供养的时候呢，当然你要把自己的形式向上提的有些人，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说不要用供养这样子？因为呢，养父母跟养狗、养马好像差不多一样对，所以供养父母，不一样的，比较特殊的。我们没有说养马、养牛、养狗，不会这是养的，对不对？当然这些呢都是我们这个声音上的字音上的一种说法但是它重要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有了这样的一种心理，那么我们是要把我们的这个心态呢是向上的，是要让它提升的所以同样是我们能力所及。你们在供养佛的时候，供养众生有时候也要供养众生这个时候呢，你就感觉到布施的这个生命有一点不同所以呢，我们之前我们在这个布施的时候呢，也会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说你们即使是布施这些其他人、其他众生的时候呢，虽然是你比较有能力在帮助他，但是呢，你也不能用这种自己是布施的人他是受施的人，就觉得自己比较高贵好像自己比较有能力的人。如果你有这种心态的话呢，这种布施呢，就有我们所谓的杂染的成分，不清净不够清净，所以就有点杂染。那么，如果我们用很清净的心来布施的话，实际上呢，就包含了一种佛境的心。所以我们在做布施的时候呢，我们就回到这个广去供养这样的一个层次，我们是很贴近的尊敬这些受施的人。